為什麼飯店裡面的蓮藕這麼好吃呢？而且炒出來也是雪白雪白的，而我們自己在家炒的蓮藕很容易發黑。其實這裡面是有技巧的，今天有時間我就把詳細的方法分享給大家，讓大家在家裡面也能炒出飯店的味道。如果平常你也喜歡吃蓮藕，今天就跟着視頻一起來了解一下到底是怎樣做的吧。首先挑選蓮藕非常的重要，我們一定要挑選這種帶有藕節的，這種蓮藕裡面才非常的乾淨，不然的話蓮藕裡面有很多的泥沙，那樣也不好處理。接着我們用削皮刀把蓮藕的外皮全部刮乾淨。現在是蓮藕大量上市的季節，也是最好吃的時候。老人常說秋天的蓮藕最養人，所以我們要適量的多吃一些蓮藕，對身體非常的有好處。把蓮藕的外皮全部削乾淨之後，我們再把藕節也切下來。清洗乾淨之後，我們再把蓮藕給下刀。這裡我們不一定切太薄，但是盡量的切均勻一些，這樣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成一個硬幣的厚度就差不多了，如果切太厚的話，那樣很難入味。全部切成視頻中這樣就可以了。把切好的蓮藕放在提前準備好的大碗中。接下來就是關鍵的一步，蓮藕要不想發黑，我們一定要提前給它處理一下。往大碗中加入1大勺的食鹽，然後再加入1大勺的白醋。食鹽和白醋都可以防止氧化變黑。再加入1小勺的普通麵粉，然後倒滿多一點的清水。我們要把蓮藕來清洗一下，因為蓮藕生長在淤泥裡面，難免有一些因肉眼看不到的雜質。麵粉有很強的吸附性，像視頻中這樣抓拌2分鐘左右，充分的把每一片蓮藕清洗乾淨。經過這樣清洗之後，我們吃着也更加的放心。清洗完第1遍之後，我們再次用乾淨的清水淘洗2到3遍，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就可以了。接着我們再把蓮藕放在乾淨的清水中浸泡10分鐘左右。利用這段時間，我們準備一些配菜。準備1塊老薑切成小塊，然後再切成薄片。蓮藕裡面加一些老薑，可以增加食慾。全部切好以後，放在提前準備好的碗中備用。接下來我們再準備幾個小米椒，切成斜刀片。小米椒可以增加辣味，如果吃不了太辣的，也可以用大紅椒來替代。全部切好以後，和薑片放在一起。接着再準備2個青辣椒，去掉辣椒蒂，然後從中間切開。我們要把青辣椒1分為2，然後再把裡面的辣椒籽和辣椒瓤全部處理乾淨。這種青椒沒有什麼辣味，主要是用來搭配顏色。接着我們再把青椒全部切成菱形塊，切好以後放在準備好的小碗中。接着準備2根清洗乾淨的香蔥，我們直接把香蔥切成2到3公分左右的小段。全部切好以後，放在準備好的小碗中備用。接着我們準備一鍋開水，往裡面加入1大勺的白醋，然後再加入1勺食鹽。接着把浸泡好的蓮藕全部倒在鍋中，我們要提前把蓮藕焯下水。焯水過後的蓮藕在炒制的時候更方便成熟，而且可以去除表面多余的澱粉。稍微的翻拌一下，使蓮藕受热更均匀。這裡我們焯水的時間也不需要太長，大約在1分鐘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如果焯水的時間太長，吃起來的口感就不爽脆了。全部焯成視頻中這樣，放在準備好的涼水中充分過涼。大約在5分鐘以後，現在的蓮藕已經完全的涼透了。我們再用漏勺全部控水撈出，
放在準備好的竹篩裡面，控乾水分備用。下面我們開始操作，起鍋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然後把切好的薑片、小米椒放在鍋中，開小火煸炒，炒出薑片的香味和小米椒的辣味。接下來把焯水的蓮藕也倒在鍋中，這裡我們要開大火，不停地翻炒，充分地把蓮藕表面的水分炒乾。大約翻炒10秒左右，接着我們簡單的調下味，往鍋中加入小半勺的食鹽和小半勺的雞精，然後再加入少量的白糖，最後加入1勺白醋。這裡我們繼續開大火翻炒，充分的把所有的調味料炒至化開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鼠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。這裡我們要開大火，不停的爆炒，充分的把蓮藕炒至入味。接着我們再把切好的青椒片也倒在鍋中，再次翻炒均勻，把青椒片炒至斷生。青椒片比較容易熟，我們炒制的時間也不需要太長，大約翻炒個1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。接着把切好的蔥段也加在鍋中，再次翻炒均勻，炒出香蔥的香味，然後再加入少量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，再次翻炒均勻，使每一片蓮藕都能夠裹上薄薄的芡汁。在出鍋之前，我們加入少許的明油，這一步的目的是增加蓮藕的光澤。再次翻炒均勻，翻炒個6、7、8下就可以出鍋裝盤了。一道營養又美味的小炒蓮藕就這樣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如果你也喜歡，就趕緊收藏起來，做給自己的家人嘗試一下，肯定不會讓您失望的。這樣炒出來的蓮藕清脆爽口，不管是下飯還是下酒都非常的美味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有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另外頭像還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視頻，每天都用最簡單的食材分享實用的家常美食供大家參考，希望大家能夠喜歡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